家好。豆腐呢是非常健康而且养生的食品哦。之前呢我也有在视频当中为大家介绍如何用液态的盐卤加上微波炉简单的制作出嫩豆腐。但是有很多的朋友，尤其是国外的朋友，留言询问我是不是有别的方法，不需要用到这一般市售的一些凝结剂哦，就可以在家简单做出豆腐。那我今天呢就要为大家分享，运用家里非常简单的一个调味料醋，就可以在家简单制作出手工的豆腐咯。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要在家怎么样制作用醋来做豆腐呢？一起来看看。关于怎么样用电锅免固火煮豆浆，还有简单的用滤网滤豆浆的这个影片，麻烦大家参考另外一部的影音。目前呢，这个是我们滤出来的豆浆，总共是2000cc 的豆浆。如果你不要用自己买的，我也建议大家可以去市售，像有机店品牌当中哦，有一些是比较浓一点的豆浆，我觉得也可以直接买现成的豆浆，用蒸的方式来煮滚豆浆以后呢，之后就放凉，整个豆浆降温到大约是80度左右的温度。做豆腐或是做豆花的时候，把这个豆浆里面的蛋白质给凝固。最重要的我们一般使用的有几样东西，我为大家做介绍，像是盐卤它是日本人很流行，它是一个水状的，从海水里面萃取出来的，这是盐卤。这个叫做葡萄糖酸内酯的水和硫酸钙，或者是盐卤片等大部分都用这4样东西来做蛋白质的凝固剂。跟我留言相当多的朋友，他们觉得购买这些东西并不是那么的方便我自己实验了，结果发现也有很多种东西可以拿来做蛋白质凝固的，像是柠檬汁。柠檬原汁，还有所谓的醋那我今天呢用醋来帮大家做实验，因为柠檬汁的效果会让这个豆腐稍微的松散，成型的状况没有那么漂亮，因为可能是因为天然的柠檬它凝聚的这个力量稍微弱了一点。来凝结豆腐的就是醋，那大家可以使用这个一般我建议，当然一般工研白醋就可以，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买这个纯酿造的醋会比较安全、安心健康一点。像是米醋啦、糯米、糙米的这个米醋，或者是我今天这个是苹果醋都非常的适合，因为这都是纯天然，它有一点沉淀物也没有关系。这是150cc 的水，那我们要加上这个是醋，我这个是苹果醋。好，那这个醋我们就直接加入，混入到水里些许的这个莲藕粉1小茶匙的莲藕粉。一般来讲用玉米粉会最适合，但我手边刚好没有玉米粉了，那我们就用莲藕粉也没有关系我们就加入，要把这个凝结剂给搅匀，因为等一下我们不要有颗粒的状态，让这个淀粉整个化在水中的，直接用手下去这样子搓捏让它感觉没有颗粒，因为莲藕粉它比较带颗粒状，捏到你觉得这个毛毛软软的都没有了以后呢，大概就可以了。准备一个大一点的，我建议高一点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用冲下去的方式，当然你也可以慢慢的这样子倒在豆浆上，但是我示范一个冲豆浆的方法，因为像你看这还有沉淀的我们就用手让它尽量的融合在水里面因为用冲的方式会比较匀如果用这个慢慢加的话，我害怕这个掉下去里面还有一点淀粉的话没有办法立刻的很匀，所以我们尽量用这个直接冲入的方式。之后我会再示范用熟石膏来做豆花。一样，那个豆花也可以拿来做豆腐，那口感就是嫩一点。我们用醋来做豆腐，的确没有办法做出非常嫩口的口感。如果需要做比较嫩的豆腐或是豆花，我们还是要用传统的食用的石膏压制的过程中，如果压的时间不增加，这个豆腐也非常容易散掉我之前做了就有失败的这个案例。一样很好吃，碎掉的豆腐，没有压密的豆腐，我们可以拿来混这个碎的炒肉这些如果大家真的不幸遇到没有成功的话，我发现加上一点点的这个淀粉在当中，会比较能够凝结这个豆腐，会比较容易压成功。好，那我们来冲豆浆咯。好，那这个是我刚刚已经放凉了一下的这个豆浆我不知道现在温度如何，我们来测试一下那上面这个豆皮等一下我们就都要捞出。其实这个就是天然的豆皮我自己
不要丢掉，这可以吃哦，这很好吃。因为要冲进去前，淀粉太容易不匀了哦，我们赶快再搅一次。好，我们要快速的把这豆浆整个冲下去咯。好，这样就可以了。如果不想要放回电锅的，我们就这样子盖住。这个蛋白质哦，在里面做慢速的结合，让它的状态更为稳定。我们可以放20到30分钟都可以哦。有的人甚至会建议可以直接放在电锅保温的状态下面哦。我们来准备豆腐模具了。那基本上我们先用一个可以接水的盆子在底端，接下来放豆腐的模哦。这是豆腐的底端，不要放错了，不是这个在上面，是这个平滑面的这个在上面，刚好也有这个纹路，就可以做出漂亮豆腐的表面。接下来这个再放上来，这个是围住的，让它不会跑掉的哦。像豆腐的这个布巾哦，记得我觉得不要乱铺，因为我发现铺的好坏会影响豆腐的平整度。那我最后还是把它移到保温哦，电锅保温，不用启动哦，用保温的方式，我想可以让它持续保持大概75到80的温度，可能会有益于这个醋跟蛋白质的凝结哦。好，那我们现在要把这个豆浆给拿出来了，你看它端一端一的哦，非常像豆花哦。要准备把它捞到豆腐的模具当中哦。但是说真的，因为它成型的状况还是没有一般用熟石膏做的那么凝结，所以我们还是拿来做豆腐就好。然后泡泡的部分哦也没有关系，我们就把它直接捞进去。上面呢，我就想放一个铸铁锅，但是因为底哦比较大，所以我们先用东西把它撑起来，然后再把铸铁锅放上去哦，这样就可以这个施重力在豆腐膜当中了。那你也可以用这个大瓶的矿泉水，可能是大一点点的这个宝特瓶啊。任何你觉得比较重的东西就可以放上去。那这个1小时哦已经到了，我们赶快来看看哦。如果大家检查发现呢，豆腐如果压的并还是感觉很软的话，那建议大家再继续压没有问题哦。你看产生了这么多的这个水哦，大家应该可以看到，这些水可以拿来浇花哦，但是就不太适合食用或饮用了。不过其实它很健康，但是我不敢喝。等一下脱模的时候，好，我先大概摸一下哦。现在感觉是蛮软的哦，到底够不够紧实哦？我有一点想再压一下。豆腐的制作就是这样，从嫩豆腐、板豆腐到老豆腐，就是你压的东西越重，时间越久，水分出的越多，豆腐的质感就会变得越老。如果你要做成豆干哦，那就压更久，再压自制哦，不会添加一些乱七八糟，还是很安全哦。继续压一下好了，因为我觉得感觉它好嫩哦。我们用的是醋，所以它真的很温和，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还是照着步骤慢慢来哦。那我们再压一下，那我想我就再加个15分钟好了哦。15分钟又到了哦，那差不多了，我想应该没有问题了。其实我也很紧张，因为我昨天的那个醋豆腐没有加淀粉哦，所以它 even 我是这个压了蛮久的，它还是散了。所以我赶快来看看到底有没有成功。摸起来是很 OK 啦。其实 Vivian 也好紧张哦，打开咯。那我觉得尽量动作要轻哦。我要帮我的豆腐祷告一下，再打开。这样子已经好了哦。大家会看到有一点这个不平哦，这是正常的，因为我们是用醋来做，它本来的增子哦，凝结的状态就是跟我们用石膏类或者是盐卤类的是不太一样的。上面就放一个平盘，好，这时候我们一样再把布稍稍的包回来，因为豆腐实在是非常软嫩哦，还是会担心，所以我们这样子包回来以后，直接翻上来。这
个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示范的，用醋就可以简单的制作出豆腐咯。下一集再为大家介绍用熟石膏来做嫩豆腐跟豆花。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示范的用醋手做豆腐。梦幻厨房在我家，跟着影音学做菜，梦幻厨房也可以在你家哦。没有吃完的手工豆腐哦，我们就放到这个保鲜盒里面泡冷水哦，然后放在冰箱冷藏。每天换一次水哦，其实可以放4、5天的时间哦，这个豆腐都不会坏掉。用这个醋做的豆腐是吃不出来醋味的，因为我们这个比例是非常低的，所以我真的很建议大家用醋来做豆腐，非常的安全哦。那我们就把它这样子倒进去，好，我们再加上水就可以了。小